slow living can be life-giving, although we might disagree. 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我在马来西亚。我这次呢来马来西亚呢是打算来一次 road trip 租车旅行。那我跟眼哥呢今天刚刚从新加坡来到马来西亚，我们是在马来西亚的 City Square 租了一辆车。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租车旅行。我们今天的行程会比较短一点，会去到Johor 的居銮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在路上啦。And ain't it strange that we didn't notice as a child? 从我们租车的地方 City Square 开始去到克罗安居銮呢，用时大概是1个小时半的时间就能到，所以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行程啊。厕所太阳好大，还好在马来西亚呢，每个加油站都可以上厕所，还是挺方便的。刚刚在油站的超市上了个厕所，然后买了ticket。下了好大的雨，有一点点看不清前方的路了。这个暴雨来得太突然了，第一次在马来西亚自驾，第一次在下暴雨的时候开车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居銮呢，我们其实已经来过很多次了。每次来居銮都是去这里的一个 Gunung Lembah 南巴山爬山。这次呢，也就是来到居銮。那来到这边呢，当然就是要吃每次都要吃的这个东甲牛肉面。然后有看到居銮这边，它有这种 street market。现在下雨，没有办法下去了。它的这个牛肉粉呢，你可以选择牛腩，你可以选择牛杂。那我选的这碗是牛杂，牛杂就是有牛筋啦，还有牛百叶、牛肚、牛腩、牛肉。那米粉呢，你可以选粗米粉，你也可以选赖粉。它的汤的味道是挺浓的。我喜欢的部分是它有加那个葱油，有加葱油就是蛮香的。每次我们来居銮都会来这家店吃。大家吃完这个东甲牛肉面呢，可以在隔壁吃一碗四喜豆花，非常不错，又有甜的又有咸的，对不对？有甜有咸。它这个是布丁，上面有那个焦糖布丁，然后还有豆花。它的豆花是属于比较有点像老瓣豆花，然后更有豆香味的那种豆花。上面有各种料，桃胶，还有这种丸子。隔壁的牛肉面16.8块中份的，这个是15块，所以这个豆花算是挺贵的。走吧。多 nice！ 下完雨感觉好像天气很干净的样子。嗨，大家，我们已经吃完饭，入住了在居銮的酒店。这间酒店呢是叫阿尼卡 Hotel。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居銮入住的都是差不多同样的酒店，因为在居銮这个小城市里面，它的酒店呢没有非常多选择。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居銮呢，它又被叫为蝙蝠城，因为居銮叫克鲁安嘛，然后克鲁安它是一个马来文，它是蝙蝠的意思。所以居銮以前它这边的森林里面有很多蝙蝠，是果蝠来的。
所以说这里水果的。对是又被叫成蝙蝠城。我们晚上呢虽然吃过了晚餐，然后我们在酒店里面冲凉休息了一下呢，就出来吃宵夜啦。在居銮这边就是吃很多美食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叫阿福沙爹，就很多人在这边吃宵夜，小吃一下吧，因为毕竟已经吃过晚餐，还挺饱的。但是我们就点了几串沙爹试一下，很长苦苦的。哇，好多洋葱啊！有没有人喜欢吃粉肠？它有点甜中带苦。点了炸鸡翅。这个应该是很脆的，虾酱鸡的味道。虾酱鸡就很脆。鸡翅多少钱一个4块。4块一只。远处山上这座铁塔就是南巴山，南巴山的山顶呢有一座电视塔。所以可以从我们住的酒店这边就可以看到南巴山。你别说，早上还是有人一大早来爬山的。Gunung Lembak。昨天晚上呢，因为有下雨，所以早上它这里的地板泥土还是湿湿的，可能会有一点滑哦。下了雨过后，树根还是挺滑的。马来西亚很多山，它都是那种很多树根的山，因为它有茂密的热带雨林。那你爬山呢，其实就是踩的这个树根、跟泥土，还有石头。所以呢，下完雨过后，树根会比较的滑。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每一秒，我焚烧。路线1 1150米，路线2 330米，我们走330米的吧。这段路应该是全程当中比较难的一段，因为它很陡。然后它都是树，没有什么台阶可以走，然后所以你要沿着这个绳子攀爬上去。一定要拉的绳子哦，其实没有很长啦，短短的一条，但是它比较陡峭。已经到了这边 Lembak No.2 路线的山顶，是一个大平台。在 Lembak 这边呢，它有几条路线，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看地图啊，不然很容易走错。那它可能有2个顶，我们现在到我这边是一个比较矮的顶，比较近的距离，然后另外一个顶就是那个电视塔的那个顶，它会比较高点，比较远一点。下到山顶啦，发现这个时间下来的这个时间8点半，还挺多人开始爬山的。这两位安哥，一个安哥一个大哥太厉害了，他们超级快。因为前面那个大哥他有带音箱，有听音乐嘛，然后我挺喜欢他的音乐的，所以我就想说蹭一下他的音乐，结果他走好快，然后我就在后面小跑的一直跟着他，然后结果我后面那个白头发的安哥他也一路跟着，好快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每天都来爬这边的，看上去像是退休人士，每天都来爬山。山脚下有一个安哥在卖水果跟蔬菜，看来还挺新鲜的，很多人买，所以我也来这里买了一袋火龙果小粒的，跟一袋黄色的百香果。这个10块，这个比较重，差不多到1 kg 了。Oldest railway kopitiam in Malaysia。以前这里是一个很多人流量的一个火车站，一个 KTM 火车站。现在呢，火车站可能没有在行驶了，或者是说火车站人流量没有这么多了，但是这个咖啡店还是很多人。
他们的这个nasi lemak的包装是非常传统，以前就是在火车站旁边这种小份的这种用纸包着的。他们饭是有椰浆的，很香。白饭是有椰浆的，而且辣椒很好吃。很浓的咖啡，味道非常不错。这个是他们家比较出名的卡亚班，卡亚巴特班，是这种圆圆的面包，烤的脆脆的，里面是，它的卡亚不是青色的，很厚的一片黄油。真的卡亚很好吃，味很甜，挺香的，真的有那个卡亚的味道。难怪我在网上看到人家说来这里吃了他的卡亚，就想把卡亚买回去。真的，我也是会想买。天哪，我的脚又流血了。我再也不来南巴山了，我再也不来了。我每次来都要干拿水蛭，我真的倒了大霉了。Oh my god！ 它真的是水蛭咬我哎，我的袜子上都有血，太吓人了。早上在三角买的香蕉，很漂亮哎，这么肥肥的，挺好吃的。现在我们从库洛安开始出发，要去到巴东。巴东呢，那边是一个小渔村，然后它那边比较出名的是它的阿桑 fish 亚森鱼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去到那边吃最新鲜的亚森鱼。那边的亚森鱼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，然后味道应该是会比较道地一点。那我们就在那边的码头找了一家餐厅。现在从库洛安过去呢，大概是1个半小时，就是100公里。那我们等一下见啦。沿着海口渔村的小路，可以看到在海口这边现在已经是低潮，所以呢，这个的船全部都是停在这个岸边，然后很多渔民自己的房子，还有一些餐厅，看到一间修这个船的机械工厂。我们来到巴东小渔村，然后随便找一家，这家是一间华人的阿桑鱼，叫新海星。这种康风 style 啊，这种大棚子搭着的康风 style， 有挺多人的。午餐时间刚好1点钟。最好吃是这个了。这个啊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4块，大拱鱼，大个鱼头。这阿森鱼可以选魔鬼鱼，可以选其他的鱼，我随便挑了一种，我也不认得这个鱼是什么。我们午餐一共点了3个菜，一个阿森 fish， 这个鱼你是可以选它冰橱里有什么鱼，你就可以去自己挑，然后它是按100克的价钱来算，那这样一片可能有300克左右吧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清炒番薯叶，它放了一点咸鱼在里面，还点了一个臭豆苏东仔虾，还挺不错的，辣辣的，放了很多洋葱。可以看到，在海口渔村这里有一条入海口，渔村里面的渔民的船呢都会停在这个入海口这边。那这个入海口外面就是马六甲海峡。中午呢，因为是低潮，所以可以看到入海口这边呢海水很少，然后露出来的淤泥上面呢有泥蟹，还有弹涂鱼，还看到了一些灰色的鹿栖息在这个滩涂上面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离开巴东小渔村，接着去我们的下一站木阿麻坡。买了5只的欧达，是刚刚煮起来的，它在外面现烤的。
它是现烤的，然后有散卖。不过大部分人都是去买那种冷冻的欧搭回家。很软哦，很鲜，新鲜的欧搭，不错。而且鱼就很鲜的感觉，难怪那时候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人家有回新加坡，然后过来买。决定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呢会在克拉姆，在巴生居住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晚上会住在巴生的比较郊外的地方，还不会去到市区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大概是要吃晚餐的时间了。我们路过了布川这个小城市，我们决定在布川找一家好吃的雍刀夫的这个店。到了布川，就因为它很靠近 KL 了，所以在这边呢，驾车你就发现这边的车变得非常多，而且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所以路上有一点的堵车啊。这边刚好是放学的时候，有个华文小学，这边旁边有很多小学生排队回家。把车停在了新村里面，浦中这边的新村还挺新的。挺安逸的一个地方的感觉。这间酿豆腐呢，是我曾经看到一个朋友他来浦中吃的酿豆腐，然后推荐的，所以就来试试看吧。刚好也在这边经过。这家店就是蒲种酿豆腐，它是自己选，你可以拿盘子自己选你想要的种类，还挺多种类的，很多炸的这种鱼丸啊，还有一些标配就是辣椒啊，一些蔬菜这样子。然后它选的面类比较多，你可以选什么皇帝面啦、菠菜面啦，还有猪肠粉这样子。然后你可以选干的，可以选汤的。面不错啊，皇帝面。它这里的酿豆腐，它会按照你点的种类帮你放在汤里面，然后或者是有的炸物会帮你先炸一下。没想到它的这个酿豆腐还挺丰富的，一下子还拿多了。One step forward and 10 steps back. I bet on red, but it should have been black. They say there's nothing that love can solve. I guess that's true without me involved. 你们知道在巴生这边呢，有一个地方叫班达马兰，它是一个华人新村，它是雪兰莪州第2大的华人新村呢，它也是全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福建人新村。今天我们就来到班达马兰这边吃他们的早市，肚子很饿了，找一个好吃的店。这个皮是什么粉做的皮？薯粉皮，所以它是透明的。它这里面的馅料呢，是有点像薄饼里面的馅料，是那个白色的脆脆的，我不知道它是叫什么沙河还是水萝卜之类的一种薯类，然后吃起来是很脆甜的。他们在这个档口是现包现蒸，所以呢，你吃起来的时候是热热的，然后你可以买1盒或者是1包带回家吃。然后我觉得在档口这边现买现吃非常的好，因为热热的，你还可以吃到外面的薯皮是非常 Q 弹的，因为你可能冷掉了，外面的皮可能就会稍微硬一点。它这里是一整条美食街，左右两边都有档口，是露天的那种搭着棚子的档口，然后每个档口都有卖不一样的食物。比较出名的就是我刚刚吃的那个菜包啦、油条啦，然后这里还有豆浆啊，对，我要买这家豆浆。然后还有它这有那个五香云吞面，然后还有炸香蕉之类的，总之就是这种小档口卖的美食。阿邦巴雷。Abang balik. Abang balik. Sini juga pencen ke.
哦，板煎个，I know 板煎个，板煎啊 pancake 板煎个 ，Thank you。这么大，接我，来这里买一个炸香蕉。Hello，one banana。原来他们的菜包很多家店都有卖，都是这样子挂在上面卖的，挂在钩子上面卖的菜包。炸香蕉，它这个炸香蕉不同的是，它是切片，然后摆成扇形炸。酸酸的香蕉，酸甜，不会很腻。我买的时候，它已经炸了有一会了，还是很脆。如果刚刚炸起来，应该是特别好吃。这家店它还有那个霞菇饼，但是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没开始炸。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就在这边炒，我们是那个果汁炒冰，炒成冰，哦就这样子。早上好，我叫阿飞，然后我是道道地地的把生人，我是一名导游，马来西亚导游，所以时常会带着很多朋友们到处去游览马来西亚。2016年开始就觉得，我想要回乡做推广。2016年一直到现在，我们都在做这一些巴生的文化旅游推广。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租下了这一间老房子，然后就把它改造成是一个新村文化的一个推广中心，是一个社区中心。通常第一次来的朋友们呢，我们其实是想要让大家去认识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。所以马来西亚华人新村有613个，我们有传统新村，我们有渔村，我们有重组村。然后来到这个巴生的唯一的传统新村班达马人呢，我们是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村子里面的3大特色，就是肉骨茶、海鲜，还有就是神庙。在巴生呢，我们这里是有一个海港，我们是有一个码头，所以当时候英殖民政府呢，100多年前的时候，它是重点发展这个地方，因为是靠海，所以当时候的那些主要的建筑，像火车站啊、码头啊，都在这一个城市。然后后来英国人才把它的整个的大本营移到去吉隆坡，先有巴生，后有吉隆坡，巴生就成了吉隆坡的一个后援。好像这个班达马兰新村在早期的时候，它不叫班达马兰，它就叫港口新村。所以当时候很多住在这里的男士，包括我家的爸爸、我的一些叔叔啊，还是什么，大家都在码头工作。码头工作负责那些搬运之类的。所以搬运工人要的就是体力，没记错啊，当时候他们的工作是半夜3更就已经要出门了，所以当时候的肉骨茶是半夜3更都有的，早上5、6点都已经有了，大家就是要一餐温饱，而且吃饭才有那个体力嘛，所以也形成了肉骨茶在这个村子特别的多。我们这个村就有整整30个家，而且是整个巴生里面最多肉骨茶的一个地区，所以在巴生其实有一句这样的话，就是早上肉骨茶，晚上吃海鲜。这个就是完全反映了我们这个地方有的东西。看看这里面有啥？哇，这个肉好瘦，它是这种大块的肉，还有菜，肥肉好肥哦。哇，它这肉骨茶好肥。果然很浓。它的汤会比较浓一点，药材的肉骨茶就是那种回甘型的刚好碰到一个安哥，之前看过我们摩托自驾马来西亚的，很巧就随便我们在这边吃饭，然后后面这一层，很巧。对啊。我在市区看着做摩托的吗？拜拜。OK， 拜拜。
我们已经到了士根庄这边，可以看到周围有很多稻田。那现在8月份这个季节呢，是刚刚好插秧的季节。那很多它这个稻田里面都刚刚插上了这么短的秧苗，也有很多稻田还没有开始插秧。所以很可惜的是看不到一片绿油油的景色，但是呢，有一些小秧苗的地方还是可以看得到的。他们这个酒店是 self check-in 哎，这间酒店它的风格是比较原始的这种风格，是那种水泥的工业风装修，但还挺有特色的，很简单。从这酒店的大堂 lobby 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。哇塞！哇塞！哇，西晒噻！哇塞！哇塞！好大，好漂亮哦！我靠，这会掉下去！哇，全部都是稻田哎！哇塞！这里可以看到，上面还有个彩虹桥噻。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哎！我们找到了一家海鲜店，这家海鲜店呢，就是在士根庄旁边的一个渔村，海口渔村。士根庄这边呢，它被叫成鱼米之乡，因为呢，它又种水稻，它又是靠海，所以呢，又有米又有鱼，所以被称为鱼米之乡。然后这家店，我在网上看到他们比较多人点的就是它的螃蟹米粉。那我们点了一个螃蟹米粉跟一个霞菇咸蛋黄霞菇，然后应该2个人差不多够吃了。这里面是有黄的，看，你看，有那个螃蟹的味道，还有用很多油去炒，所以那个米粉里面有满满的螃蟹的味道。螃蟹还蛮清甜的哈。感觉在雪兰莪这边，这条河、这条海出海的这条海口这边，因为有很多渔村嘛，所以这一路上都有大大小小很多渔村，随便去哪一个渔村找一个海鲜店吃，就可以吃到很新鲜的海鲜。哇，这里真的都没灯。这里的门票呢是5块钱1张成人的，然后你买门票，你可以进来参观这个制作米的这整个过程。然后呢，他还送你一包米，让你回家尝一尝。哎，这里是当地产的米，是他们这个米厂里面产的米。然后他这边还有卖一些米的周边的伴手礼，像米饼啊，这边都是现炒现做的。你可以看到他在里做那个米饼的过程，在那里炒。一盒放几包？2包。2包嘛 ，OK。米饼现烤、现做、现炒的米饼，这个还比较特别，是这整个行程的亮点。不然的话，参观的话就是一个很快就走过的一个过程。你可以看到，以前人工跟现代机械化的对比。试试看它的米饼。还热热的哦，因为刚刚炒出来的。这一包是16马币，它是腰果口味的，热热的。
刚驾了150公里，从 Skinchan 来到了怡保。我们这次来吃的这个芽菜鸡呢，是叫俊仔亚洲华鸡。这家店呢，应该是本地人比较知道的一家店，因为呢，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游客，而且他也没有排长队。但其实我觉得，在怡保吃的每一家芽菜鸡，我个人的认为都非常好吃，因为他们的鸡就真的是会比较嫩、比较鲜甜一点，然后他们的鸡皮也是，像我一个不怎么吃鸡皮的人，我都能在怡保吃他们的这个芽菜鸡的鸡皮，我都会觉得非常的香嫩。喜欢吃鸡脚的人一定要点他们的卤鸡脚，他们的卤鸡脚吃完过后，你的嘴巴是会有那种黏黏的胶原蛋白的感觉。太平湖原本是锡矿开采后留下的废矿湖，大概是在19世纪中期，也就是在1840年左右开始有锡矿的开采，然后经过多年慢慢的发展，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漂亮的一个太平湖。太平呢又被称为雨城，因为它降雨量非常丰富，几乎全年都很容易下雨，所以呢整个城市经常是湿润的，所以呢也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称号。这主要是因为太平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条件，它靠近山脉，而且受到季风的影响，所以湿润的空气很容易在这里凝结成雨滴，所以就会经常下雨啦。据说呢，太平有很多马来西亚最早的一些建筑，比如说它的监狱是最早的监狱之一，它的动物园也是最早开放的动物园之一，然后还有它的博物馆也是霹雳州最古老的一个博物馆之一。那个这个太平监狱现在好像还有在营业啊。它最初呢是为了关押因为锡矿开采引发的一些帮派冲突的犯人。随着时间推移呢，监狱里面呢还有印刷厂面包房等等设施。监狱的对面呢有一个小型的Art Gallery，里面有卖一些里面这些选犯人制作的一些手工艺品。在太平的最后一站，我们就来到了安东咖啡厂，参观一下咖啡的制作过程，以及买一些伴手礼，喝个咖啡，就结束了我们在太平的旅行。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陈列室，介绍孙先生与他的家人在此居住时的一些故事，还有一些报章报道。可以看到他以前留下来的这种门，雕花的门，留声机，还有他的桌子。这应该是客厅，我感觉。孙先生的故居现在已经变成咖啡厂，卖小商品的地方了。这个咖啡厂它其实很小间的，而且它的咖啡制作过程还蛮简单的，就是把咖啡豆拿来用炭火、用柴火来炒。炒了过后呢，就拿他们的比较大的这个咖啡机把它打成粉。以前的咖啡制作过程不是很难，主要就是比较费人工。逛完了可以来这里吃个冰淇淋跟喝杯咖啡。其实它这个工厂主要就是
展示它的咖啡产品。这个是用那个伏低的还是这样？啊，低都可以，高都可以，咖啡机都可以，喜欢。好，这个是讲我们炒豆的时候哦，把这跟焦糖什么都可以。会调吗？是不是不可思议？我们开到了这种康烹的地方。老旧烤鱼，没错，就是这家老旧烤鱼。东北的。老旧烤鱼，它在一个康烹，它在一个新村里面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大吃你一惊？呀，你是不是你猜都猜不到？东北烧烤。不是，它是一个森巴烤鱼来的。那为什么叫老旧？魔鬼鱼。为什么叫老旧？这个地方你绝对想不到这是在哪里，它是在一座庙里面，2个人坐那个方桌就好。哇，这家店真的出乎我们意料。第一个出乎意料就是它的地址，竟然是在一个寺庙里面，在寺庙外面搭了一个厨房，然后它的桌子就是摆在寺庙的门口。我们在6点之前就到了这边，结果不到6点，全部的座位都坐满了人。我们点了5个菜，每一道菜都很好吃，都没有踩雷，而且它的烧鱼哦特别辣，它的森巴辣椒超级辣，喜欢吃辣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。然后它的魔鬼鱼是那种很大的魔鬼鱼，肉特别厚。然后出乎意料的是它的好蛋，它的蛋呢是直接打2粒蛋放在香蕉叶上面烧，它的蚝特别大个，很新鲜，一点都没有腥味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点的是一个高汤蒸蛤蜊，这个高汤蒸蛤蜊就是很鲜甜，蛤蜊是很新鲜的，非常大颗。而且我们吃饭的时候发现这周围基本上呢都是本地人，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太偏僻了，如果你不是本地人推荐的话，你是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的。这个地方真的好偏僻，旁边就是一片树林跟新村。这里是一个餐室，它这里的选择挺多的，云吞面啦，菠萝面啦，炒虾面，还有听说比较著名的是它的米泡很好吃，还有猪肉粉，还有一些小糕点、饺子。开关一下，谢谢，是这样的，对啊。我觉得这整碗米泡，因为它料很少，是一个很简单的面，但是它的猪油渣加上猪油的味道，让这个面变得很好吃，很古早味的感觉。椰丝应该是还不错，椰 coconut， 咖椰对，咖椰也不错。看你喜欢它的面包都可以。咖椰牛油。麻坡这里有2家面包厂，是很古早味的面包厂。然后它这里有2家，一个叫顺发，一个叫宜山，2家赛百赛。然后我们买了一些他们这里的咖椰巴特，然后还买了一个斑斓蛋糕从顺发。这2家是比较古早味的，我还以为是1家，结果是2家。
行程结束，现在我们吃了饭就要回去新加坡啦。等一下我们就过Custom，然后呢再坐巴士从卡兰基坐 MRT 回家。我是倪妮江，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。